关节不退化，骨质不疏松。我是你的骨科医师戴大伟。提到骨骼健康呢，大家可能第一个会想到就是补充钙质。那多喝牛奶，多吃高钙的食物，这是我们从小就听到大的概念。大部分的人认为喝牛奶就是为了补充钙质，因为钙质对于骨头的健康有帮助。但是你知道吗？除了钙质以外，牛奶里面可能还藏有其他的物质，对于骨骼的新陈代谢是有帮助的哦。今天呢，我们就来介绍这个牛奶里面的秘密武器，我们称它为牛奶碱性蛋白 （Milk Basic Protein，MVP）。什么是牛奶碱性蛋白呢？它是一种存在于牛奶里面的蛋白质，而且它是一种功能性的蛋白质。研究人员在1989年的时候就开始了这项探索。当时虽然普遍认为钙质对于骨骼有益，但是呢，有一群日本的科学家，他相信说牛奶里面一定还有其他使骨骼强壮健康的成分。所以呢，经过了无数次的实验，他们终于在1995年的时候正式发表这个牛奶碱性蛋白的发现。那牛奶碱性蛋白它其实是在牛奶里面的含量非常的稀少，只有区区不到0.005%。那正因为有过去这群科学家的研究，我们才能对于牛奶碱性蛋白在骨骼里面健康的功效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骨骼并不是静止的石头或者是树干，它其实是一个活着不断更新的组织。我们骨头呢，大约需要3年的时间会完成一轮的汰旧换新。那这个更新的过程是由2种细胞来运作。第一个就是成骨细胞，成骨细胞它是负责制造新的骨头，它们会产生骨骼的胶原蛋白，并且让钙质沉积上去。那第2种细胞叫做破骨细胞，破骨细胞顾名思义就是负责破坏骨头，它负责溶解骨头，释放出钙质跟胶原蛋白。那一些跟骨头相关的疾病，像是骨质疏松症呢，其实就是因为成骨细胞它制造新的骨头不足，或者是破骨细胞破坏了太多的骨头，两者没有达成平衡的关系。那骨骼要健康呢，关键就在于创造跟破坏这2股力量需要去平衡它。那牛奶碱性蛋白呢，它最重要的功效就是在于它骨骼代谢的双重功效。它有哪2个功效呢？第一个就是说，它可以踩刹车，它可以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减少破骨细胞分解胶原蛋白，并且防止钙质过度从骨头里面释放出来。那第2个功效呢，就是它可以踩油门，它可以同时增加成骨细胞的数量，并且刺激成骨细胞制造胶原蛋白，让骨头更容易把钙质锁在里面，让骨头更强壮。那正因为这2个功效，所以牛奶碱性蛋白对于骨头方面呢，它是可以改善新陈代谢，让骨头维持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那以上呢，这些细胞的实验、动物的实验都显示对于骨头有帮助的话呢，那所以科学家当然就会继续进行牛奶碱性蛋白的人体试验了。那这一群科学家在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体试验，那其中有包括一个是对于20岁到50岁的成年女性的试验。他让这一群受试者呢，每天吃40毫克的牛奶碱性蛋白，连续6个月。那在研究结束的时候，就发现说，这一群女性的腕骨，也就是远端桡骨的骨密度增加了3%。那腕骨的骨密度增加3%呢，表示说你跌倒手撑到地上骨折的机会，它其实就会减少了。那其他的人体试验包含是招募了停经后的妇女啊、老年的妇女啊，其实也都有类似的效果。它对于骨骼的健康还有骨质密度都是有帮助的。接着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他说，既然牛奶里面含有牛奶碱性蛋白，那我就喝牛奶不就好了吗？但是请记住我刚刚讲的，我们的数据显示说呢，牛奶碱性蛋白在牛奶的含量里面只占了0.005%。那所以如果你想要透过日常饮用牛奶就来摄取人体试验中证实有效的40毫克的牛奶碱性蛋白，那你可能要喝非常多桶的牛奶才有办法，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那前面提到研究的受试者呢，他其实是使用经过浓缩以后的牛奶碱性蛋白。
那骨骼的健康呢，它的新陈代谢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因此无论透过健康的饮食啊，补充钙质、维生素 D、运动，或者是每天摄取一些像牛奶碱性蛋白这样子的东西呢，最重要就是每天你要有意识的持续保持这样的健康习惯才是关键。那从骨科医师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有更多的工具可以协助管理骨骼的健康。那牛奶呢，的确它是一个好东西，而且它带给我们的益处绝对不是只有在钙质的补充而已，它还有其他更关键的成分，像是牛奶碱性蛋白。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更有意识的去关注骨骼的健康，并且善用这些科学研究的成果。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我是你的骨科医师，我们下次再见，拜拜。